如果说上一期下船 CityWalk 釜山是用双脚去探索目的地，那航海日的游轮就是一场关于舒适的极致回归，从异国他乡的烟火气一秒穿越回上海和敦煌。这艘巨轮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懂你中国味的移动家园。补齐这块拼图才是完整的旅行。这一期爱达魔都号全程体验攻略。下一站，宝阳路，开右边门。如果你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吴淞口登船，最稳妥的方案是乘坐上海地铁3号线，到达宝阳路站后认准1号口出站。出了站有2个选择，一是去宝阳路同济路站乘坐宝山29路公交到吴淞口路宝阳路站下车，再换乘港区内的免费短驳巴士。但要注意，码头严禁步行入内，短驳车也会有等客超过30分钟的情况。如果赶时间，建议出地铁站直接叫网约车，定位到邮轮港 P3 停车场，能避免不少折腾。下车后，第一件事是托运行李，特别注意护照和船票千万别托运，要随身携带。接下来是排队领取手续分组贴纸，等待叫号办理登船手续、安检、出境等，整个流程大约40分钟。另外，如果你计划在济州岛以外的韩国港口下船自由行，记得在登船手续环节向工作人员出示有效签证。穿过廊桥，当你看到 CDF 免税店时，这趟旅程就算正式开始了。上船后，电梯是最高频的移动工具。爱达魔都号的电梯设置不是上下按钮，需要先在门外的 LCD 屏上选好楼层，系统会分配指定的电梯给你。出了电梯走向客房时，要留意墙上的指示牌，单号和双号的房间在船舱的不同侧，最好顺便记一下你的房间是靠船头、船中还是船尾，这决定了你使用哪组电梯和楼梯最方便。这次入住的是优选阳台房，面积大约21平米，进门就能看到托运行李和房卡已经送到房间，2张单人床拼成了大床，整体空间感在邮轮里算是相当宽敞的。推开这扇门，就是选择这个房型的理由，无遮挡的专属阳台，配上茶几、座椅，接下来的几天，这里就是看海发呆的最佳角落。回看房内，折叠沙发旁是集成卫浴，空间紧凑，但做到了干湿分离。五金件用的是汉斯格雅。船方准备了基本的洗发水、沐浴露和香皂，但为了方便舒适，强烈建议大家至少自备牙刷、牙膏和拖鞋。充电焦虑在这里不存在，甚至不需要转换插头，桌上有国标插座，床头台灯还贴心地集成了 USB 和 Type-C 接口。睡觉前也不需要下床，床头上方的一键总控开关能直接关掉全屋的灯光。收纳方面，房间配置了一个4开门的大衣柜，一共为上装、下装预留了14个衣架，足够挂下1周的穿搭。桌上的这几张纸在海上没有信号的日子里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份邮轮日报，每天的日出时间、餐饮娱乐空间营业时间、上岸集合地等等所有情报都在这张纸上。房内全程只提供1瓶饮用水，不过不用担心，自备水杯去餐厅饮水机接水是免费的。当然，如果你是酒水爱好者，也可以考虑买个船上的畅饮套餐。每晚回房都能看到毛巾折叠的小动物，客房服务大多是外籍员工，但这份默契的小惊喜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以前做外国公司运营的邮轮，最怕的就是天天吃西餐和改良的中餐，但在这里，中国味享有最高优先级。航海日的晚餐按房卡指定时间入座，单看菜单就能发现不同。葱油海蜇头开胃，雪菜蒸比目鱼鲜嫩，
还有这道尖椒黑胡椒牛仔骨，咸鲜微辣。鸡枞菇炒秋葵，火候也刚好。最后还有一块抹茶蛋糕收尾，不输岸上中档餐厅。哪怕是自助早餐，你也能找到归属感。热豆浆配油条，刚出笼的糯米烧麦和菜包，甚至还有鱼丸汤面，配上炒菜心和嫩豌豆，地道又丰富。中午的自助餐更是火力全开，从广式的腊肠蒸鸡、避风塘炒虾，到川味的水煮鱼、张茶鸭，再到本帮的葱烧大排，无论你是哪里人，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热菜，食欲绝对不会落空。除了航海日的晚餐指定坐席，其他用餐时间段，3楼的2大餐厅和10楼的奇迹花园向所有乘客开放，可以随心挑选自己喜欢的用餐环境。最让我惊喜的是10楼的夜粥，活动累了上来喝一碗熬得绵密的青菜鸡肉粥，配上酸豆角和芥菜，深夜抚慰人心的往往就是这一碗朴素的温暖。如果想换个口味，5楼的付费餐厅也值得一试，我选择了铁板烧。看着明虾和菲力牛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亲眼见证梅拉德反应，欣赏铁板厨艺秀，这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场近距离的视觉盛宴。吃饱了，去4楼的 Cafe 1508家坐坐，头顶是1:1复刻的游轮螺旋桨，手里是一杯现调的新加坡司令。调酒师从切橙子开始，摇晃倒酒，看着红色的酒液穿过冰块，这一刻酒精是次要的，氛围才是微醺的来源。当然，如果你喜欢不同的装饰风格，3楼的探索者酒吧或者5楼的68号都是适合3两朋友聊天的好去处。这艘船的灵魂更在4楼的艺术画廊中。念念敦煌艺术展用11幅壁画串起了中国1000年美学，从西域风情的菩萨华服到盛唐的精致妆造，在海上遇见敦煌是一件很奇妙的时空交错。而这种奇妙的体验更从展板延伸到了梦回敦煌的乐舞秀。当反弹琵琶的飞天出现在舞台上时，你会忘了这是在船上。另一场马可波罗丝路情缘则是把视野拉得更远。威尼斯的拱券，波斯的集市，中国的丝绸，特别是外籍歌手用中文演唱，咬字清晰，情绪饱满。喜欢轻松一点的，别错过保加利亚魔术师 Kyle 的表演，他的汉语十分流利，和观众互动全程精彩，没有一刻冷场。黑涛3，谢谢。变更的检查不着急。选得好，稍微快一点点，我脖子很不舒服啊。你直接说没有气不就得了吗？3、2、1。好，就这。而和游轮同名的魔都 Magic City Show 则是把歌舞、杂技和数字光影糅合在一起，视觉冲击力非常强。魔都 Magic City Show。即使不进剧院，这艘船也热闹得像个不夜城。从3楼中庭的古典舞，到百乐门主题的复古派对，甚至偶然经过爱达广场，
都能遇到一场国风现代舞。4楼的星灿俱乐部则是 KTV 和手工爱好者的天地。到了晚上，5楼的慕尼黑广场也是放松的好去处，听乐队现场演唱华语金曲，或者是全场一起玩你画我猜，这里的松弛感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10楼的海滩俱乐部环境是恒温的，无论外面天候季节如何，室内的泳池和按摩池永远温暖，旁边还有热火朝天的舞蹈课。船上还有针对不同人群的娱乐空间，游戏迷可以直奔3楼的奇遇青少年俱乐部。想要购物，可以去4楼和5楼看看，免税护肤品、珠宝、腕表、箱包，品类多样。11层的奇遇儿童乐园则有针对半岁到12岁孩子的不同活动。想亲近一下，12层庭院水疗中心的 SPA 是不二之选。对健身党来说，12层的健身房绝对是个惊喜，各种有氧无氧器械、龙门架、哑铃组一应俱全。如果你有每天运动的习惯，这里完全能满足需求。走到户外，11层有多功能运动场和球场。12层有环形的慢跑道和健身花园，就算在海上也不耽误晨练。胆子大的还可以上14层，这里有迷你高尔夫，还有悬在39米高空的绳索挑战道，脚下是360度海景，玩的就是心跳。累了可以去15层的风和日丽湾，找个玻璃隔间或者遮阳棚下的躺椅，享受顶层露天甲板的宽广视野。每一个航海日都建议你至少去一次5层的开放甲板，沿着步道走到船头，看白色的浪花被巨轮切开，这是只有在海上才能拥有的视角。说到岸上游，记得留意之前提到的自由行贴纸，具体的领取攻略和回传时间可以去翻翻我上一期关于釜山自由行的视频内容。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回到上海的前一晚，你会收到行李条和离船分组信息，记得在午夜12点前把大件行李打包好，绑上贴条放在门外，会有工作人员帮你托运。离船日当天带好随身物品，吃完早餐，按照通知的时间去指定地点集合就行。整个下船动线设计得很清晰，刷卡下船，提取行李，走出航站楼，步行300米就有接驳车，出港会直接送到宝阳路地铁站，比进港时方便很多。当你再次坐上地铁3号线时，这场海上梦境
才算真正醒来。所以游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回想在房间内看着晨昏线在海面上推移，阳光一点一点洒进房间，也许摆脱现代通讯工具的束缚，就是为了在海上找回久违的生活节律吧。下期和我一起再上岸去看冬季限定的济州岛吧。